酸辣粉在我们四川这边的话，也是吃的非常的多，尤其是早上来一碗肥肠酸辣粉，来一碗炸酱酸辣粉，那真的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红薯粉条给大家分享一个川味的炸酱酸辣粉。大家买红薯粉条的时候，记住这样子一灭，你看我这个红薯粉条一灭就能灭断，基本上这个里面就不会含有胶。有的粉条啦，你随便这样子灭它都灭不淡，并且你随便怎么煮它都不容易融。这种粉条的话，就有点危险了，我只能这样子说。粉条先给它灭断，注意如果不灭断的话，煮出来就会很长很长。加一点热水给它先泡发一下，热水泡发的话就比较快一点。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用冷水提前泡一晚上。那种小面馆里面一般做炸酱的话，都是用的一些边果鱼料。我们这次就狠了啊，直接买的梅花肉，前腿2刀。这个肉是有点漂亮哦，先切一下再来剁。这个炒炸酱的肉就不像我们做香碗啊、做圆子这些需要剁得很细，所以稍微切得大口一点都没关系。大家记住，一定要选择半肥半瘦的。如果纯瘦肉的话，吃起来没那么香的哦。姜葱的话，再来切上一点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炸酱的臊子给它炒起，来一点油，把锅炙一下，防止粘锅。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。断了千次的情丝，却忘不了。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把锅炙好后，下入刚才宰好的这个肉末，记住用最小火，先把它炒散。大家看，我这个就普通的铁锅，只要把锅炙好了，你随便啷子炒它都不会粘锅的。肉全部炒散过后，现在转中火把它炒香。这个肉末炒出油过后，把姜葱放进去，老抽酱油。老抽酱油的话，主要是上色增香。再来上一点川式甜面酱。川式甜面酱和其他甜面酱的区别是，川式的偏寒，其他的话是偏甜。继续用中小火煸炒，炒香出味，烹入料酒，加水。有一种臊子是酥香型的，酥香型的话就把它炒至干香。今天我们这种是加水焖过的，烧开过后转最小火，扛起来烧40分钟左右。现在把酸辣粉的味汁打起，蒜末、葱花、鸡精、白糖、酱油、生抽的哈、醋。这个酸度的话就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来了哦，毕竟酸辣味的嘛。香油、花椒油、四川特色的辣椒油。比较地道的酸辣粉，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？其实，在成都或者是重庆啊，稍微正宗一点的酸辣粉，他们的店那个粉都是炫下的，用一个水瓢下面弄上了孔，然后啪啪啪那样子打。其实我以前上班那个店里面，他们就在做粉，但是我当时没有去学嘛，也不知道怎么做的。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做粉那个房间哈，那个厨房有个专门做粉的房间。它就是和那些面、那个红薯粉那些，一进去就闻到很大一股酸臭味，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学，不愿意去看。现在想想，真的是太后悔了。那个时候机会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一进那个做粉那个房间就有一股酸味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然后，假如有人要吃粉的话，都是炫下，就是拿个水瓢上面里面是红薯淀粉弄和好的，啪啪啪打，然后下面就流下来就是粉，都是炫下。咱们的炸酱臊子也烧来差不多了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融融的香啊！关火倒出来避孕。现在锅内水开，下入提前泡发好的粉条。泡过的粉条的话就比较好煮了，煮一下基本上很快就会熟的。加一点井水排高汤，也可以用骨头汤啊、鸡汤这些。粉条下锅几十秒就可以了。再把这个青菜叶子丢进去。一定要放点菜叶子哦，烧开就可以夹出来了。
大家注意粉条不要煮太久了，太久了会煮融的。舀上炒好的炸酱，毕竟自己吃嘛，这个就臊子的话就多一点，做生意的话看良心。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炸酱酸辣粉就做好了。榛子煮出来的粉条是爽滑酸辣开胃，炸酱的话是酱香味浓郁，保证你也会喜欢吃的味道，比外面买的酸辣粉还要过瘾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吃喽，这个粉条夹起来，大家看，爽啊！吃之前要活转，这个味道才够。然后粉条夹起来，每一块粉条上面都扒上了那个炸酱的入沫。酸辣味刚刚好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的太酸，喜欢吃太酸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。这种的话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就光看这个做法就知道是肯定靠谱的。还记得以前在火车上面、餐车上，那个粉条儿，每一次泡就是用大桶，泡一大桶。刚开始的时候卖10块，后来卖5块，最后卖3块。然后打料的话就更简单了，就是放点盐，味精都没有，因为味精很贵。那个时候啊，不是现在啊，就是放点盐，放点醋，放点酱油，放点那个辣椒油。汤的话就是煮回锅肉的汤，因为要炒回锅肉要煮肉嘛。以前的那种鹿皮火车，不过现在的话，高铁动车都是工厂里面生产好的，直接拿去加热就可以了。不要得服啊！没点赞的朋友帮我点个赞。这一碗吃下去，一天元气满满，加油干饭人！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人的火锅，也就是我们四川经常喊的冒菜。食材的话，大家自由搭配。我这里有莲藕、土豆、花菜、莴笋、豆芽、海鲜，还有这个粉皮。荤的我准备了毛肚、黄喉。先放清水中清洗一下。冒菜的话，就是想吃什么菜就放什么菜。全部清洗干净后切片。现在这个手受伤了，有点不是很方便。土豆还是切成片，土豆片的话就要稍微厚一点，要不然一煮就烂掉了。莴笋这些也切成厚片，花菜也给它切一下。这个海鲜的话也把它切成条。荤菜准备了点毛肚、黄喉、火腿肠、鹌鹑蛋，煮熟的哈，鹌鹑蛋是。黄喉的话切这个佛手花刀，毛肚就把它撕成大块就可以了。火腿肠打斜刀切成片。姜葱蒜和火锅底料都准备一点。大家买回去这个底料切一坨下来就可以了，多少的话就根据自己对这个火锅味的喜好程度来定。一般情况下做过1份的话，120K 到100K 都可以。锅内下入一点菜籽油，纯正的那种，姜葱蒜末、豆瓣儿。大家哈，在家里面觉得麻烦，直接放火锅底料加水就可以了，不用炒都没关系的，一样的很香。前提是得你火锅底料没毛病哈，火锅底料有毛病就不行的。再来点干辣椒和干花椒，下入火锅底料，也是用小火一起炒一下。现在给它加入水，这个汤烧开后转小火熬煮15分钟的时间，把这些料的味道熬出来。趁这个时候来备一点料，性感的葱花，香菜切成节。这个汤料熬好过后，把它的渣子打掉。等一会儿我们冒出来的菜的话，它才不会有渣。现在给它加一点糖、盐、鸡精，先下入素菜，
大家下菜的时候，根据自己配的菜来看这个下的时间顺序。碗内加入一点蒜末、葱花、香菜，蒜末会稍微多一点，香油、藤椒油、蚝油，相当于吃火锅打了一个大盆的味点。现在把荤的也放下去，闷闷的一锅。现在全部煮熟过后，我们用漏瓢给它漏出来，给它放在刚才调好的料碗里面，少冒一点汤进去，汤太多了的话，吃起来有可能是挂寒的。撒上性感的葱花，中间来上一点香菜，点缀一下，美味极成。这个鸡麻的话，基本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哦，撒上去才有档次。非常好吃的一道川味冒菜就做好了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有现成的火锅底料，新手都能够轻松的学会。吃起来是麻辣鲜香又过瘾，几块钱就可以做上一大盆，不过全部都是素菜，一家人都够吃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下面这个黑暗料理是什么呀？这哪是什么黑暗料理，这是好吃的料理，这是黑暗料理。这下面的才有味，下面的我放了香油、藤椒油，对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蒜末、还有那个鹌鹑蛋。对。哇，这粉挺好吃。盐味刚刚好。麻，太麻了，这黑暗料理。你可以选择不吃，我要吃。好，我不吃我就生气了。一个毛病麻，还有一个毛病辣，不是贵。这个菜不贵哦，1块钱。10多块钱吧，这么大一盘。10多块钱吃得到。你要是去内江吃这么大一盘的话，没有个40块钱吃不到的。家里面10多块钱也不值吗？差不多。全是素。我要吃鹌鹑蛋和火腿肠。香哦。这黑暗料理还蛮好吃的。这是冒菜，这不是黑暗料理。